小说看到这里，我愣了好几十秒，脑子好像没办法转了。几十秒后，直接从床上弹跳几射，站在床上一边一边疯狂转圈圈，冷静。我站反了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脑子。小三子真有你的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曼曼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不太一样的作品，初三的六一儿童节。它是一部 BL 小说，是今年新开的系列。其实本来没打算这么早开这个系列的，但最近太多心头爱的小说影视化了，作为一个10几年辅龄的读者，心情很复杂，所以决定把这个系列提前，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这些优秀的原著。前几天初三的六一儿童节开播了，那就从这部小说开始吧。这是一部我非常喜欢的作品，这个稿子写了3万多字，是做视频这么多年来最长的一篇。因为太爱了，所以就想把最微小的细节也分享出来，舍不得丢掉哪怕一点点。作者蛇蝎大大写群像太牛了，一部小说里最少能够拉出5对设定各异但又人设立体饱满的 CP， 4对男生1对女生，包含 BL、GL、BG， 白切黑，黑切白，年上年下，双向暗恋，替身文学，变性人，强制爱，有 BE 有 HE， 有永远忘不掉的白月光。这里每对 CP 甚至出场打酱油的小龙套都是有血有肉。更难得的是，这部小说里以港风黑帮为背景，黄赌毒俱全，但作者的三观却一直是积极正向的。每个角色都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相应的代价，种因得果，不会因为他是主角就开金手指。好啦，要正式开始今天的分享了。欢迎来到和初三和下六一的世界。这次的视频会分为6个部分，分别是1和初三出狱下大佬，2和初三进阶和影帝，3和影帝进阶和精英，4和精英进阶和财神，5和财神进阶和疯批，6和疯批变身和宝串。1和初三出狱下大佬。上个世纪80年的香港，帮派横行霸道，黑社会帮派之一的萧其堂蒸蒸日上。萧其堂的金牌打手夏六一奉大佬亲王的命令，开一家电影公司洗钱。女主是大嫂，男主是被威胁的当红明星。导演呢只拍过3级片，还缺一个文化人写剧本。马仔小马愁得不行。夏六一想了一会儿说，2年前城寨里出过一个大学生，放过鞭炮，找他。夏六一说的大学生叫何初三，是蛟龙城寨历史上第1位当代大学生。蛟龙城寨是香港著名的3不管黑色地带，北京、香港、英国政府都对他没有管辖权。这里鱼龙混杂，有无数的毒窟、赌场、色情场所。这里的人活在黑暗中，也挣扎在黑暗中。现在这片黑暗中出现了一名响当当的大学生，意义等同于古代穷山恶水的山沟里出了一位新科状元。何初三考上大学时，阿爸何牙一激动放了一串鞭炮，整个蛟龙城寨都知道何家孩子考上名牌大学了。其实何初三和黑社会的渊源从出生就有了。何初三不是何牙一的亲生儿子，他妈妈沈佩佩当年是城寨数1数2的靓女，可惜沈靓女生瞎了一双美目，看上了一个没权没势的黑道小打手，还没结婚就大了肚子。怀到第4个月，小打手在一次斗殴中被人砍死了。沈靓女没想开，当天晚上大着肚子跳海自杀了，结果被一个路过的无照牙医给救了。牙医姓何，老婆跟人跑了，不介意给别人当便宜爹。沈靓女在何牙医的诊所里病恹恹地躺了6个月，生下孩子当天就去世了。临死前拉着何牙医的手说，孩子跟你姓何，千万别让他混黑道。何牙医为人正直老实，兢兢业业地把孩子拉扯大。因为孩子出生在大年初3，所以大名叫何初三，小名阿三，外号印度阿三。当然未来还会有一个人叫他何小瘪三、何小穷酸，那个人就是夏六一。何初三从小乖巧懂事，长成了蛟龙城寨一朵品学兼优的奇葩。这朵奇葩不仅纯洁温雅，还异常聪明，一路靠吃奖学金读完了小学、中学，现在还考上了名牌大学。他本来有着清清白白、坦坦荡荡的光明未来，却因为阿爸的一串鞭炮被黑社会夏六一记住了，从此和他纠纠缠缠大半生。何初三那天放学后正背着小书包回家，就被打晕，套着麻袋扛走了。等再醒过来，就看到眼前坐着一位穿着黑色贴身背心的年轻靓仔，此人正是萧其堂的金牌打手夏六一。
夏六一说自己要拍电影，让他写一个剧本。何初三看他态度还算温和，就说我是学金融的。刚说完前半句，后半句我不会写故事还没说出口，夏六一的马仔小马骂骂咧咧的进来了，还拖了一个血肉模糊的人。那人欠了萧启堂的钱不还，夏六一一个吩咐，小马就废了那人一根手指。撕心裂肺的惨叫在屋里盘旋，何初三年轻纤细的小心肝吓得颤颤。夏六一坐回来又重新问了一遍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何初三呆若木鸡地说，我是学金融的，我会写故事。何初三认命的吭哧吭哧写剧本，想着早写完早解脱。这一天又在闷头奋笔疾书，突然听到一声六一哥小心，他下意识的一抬头，头顶一大团铁东西正朝他脑袋砸下来。就在这时，夏六一迅速把何初三扑倒护在自己怀里，又一抬手硬生生的用胳膊把大铁物推了出去。何初三傻呆呆的埋首在夏六一怀里，温热的嘴唇蹭到了他胸前一处硬硬的小凸起。危险解除，夏六一脸色铁青的把何初三推了出去，开口就骂，蹭什么蹭，是奶啊！何初三此时还不知道那个小凸起是他以后最爱的小尖尖。夏六一身上都是伤，鲜血淋淋，一声女子刺耳的尖叫声传来，然后一个女人疯了一样的冲了过来，一把掐着夏六一的胳膊，一个撕心裂肺的惨叫，阿浩你怎么了？你不要死！女人叫夏小满，是夏六一的亲姐姐，而她口中一直喊着的阿浩是夏六一曾经的名字。夏六一和夏小满的阿爸是一个粉客，吸粉、赌钱、酗酒，是个恶棍。他们的妈妈忍受不了，生下六一之后就跟人跑了。夏小满只比夏六一大3岁，在别的孩子还在学说话时，夏小满已经开始颤颤巍巍地照顾弟弟了。家里没奶粉，就煮面糊糊喂弟弟，喂完饭就背弟弟出门晒太阳。恶棍阿爸自己不赚钱，就批捕小孩子去偷东西，偷不到就会往死里打。夏小满每次都会护住夏六一，自己却被打得下不了床。姐弟俩就这样过着烂泥一样的日子，直到快10岁那年，恶棍要把12、13岁的小满卖去接客。夏六一带着夏小满逃跑了，却被恶棍追到了。那一次，恶棍把他们堵在了巷子里，差点打死他们。路过的人都看着，但没有人来救他们。就在这时，青龙出现了，他救走了姐弟俩。那一天是6月1日，在内地是6·1儿童节，青龙就带着姐弟俩去吃了蛋糕。那是六一第一次吃蛋糕。青龙问他们叫什么名字，女孩说自己叫小满，弟弟叫阿浩。小男孩当场就尖叫说自己不叫阿浩，阿浩是那个恶棍取的，他不叫这个名字。青龙蹲下去呵呵唧唧地问，那你想叫什么？小男孩斩钉截铁地说，我要叫蛋糕，那个东西好吃，我就要叫那个。青龙当时觉得这个孩子是不是有点傻。小男孩最后还是没叫蛋糕，毕竟除了蛋糕之外，红肠也很好吃，鸡蛋也很好吃，总不能今天叫蛋糕，明天叫红肠，后天叫鸡蛋吧。最后小男孩改名叫六一，因为他觉得遇到青龙的那一天是他人生第一次过生日，6月1日是他的生日，他就叫夏六一。夏六一叫青龙阿大，信誓旦旦发誓要一辈子跟着阿大，跟着阿大有蛋糕吃。姐弟俩就这样被青龙收养了。后来他们长大了，夏六一隐隐约约意识到自己对青龙有不一样的情愫，他感觉到青龙对他也是不一样的。可是有一天晚上，小满偷偷和他说，他喜欢上了青龙，他想嫁给青龙。小满是他最重要的人，他想要什么自己都会给他。没过多久就是夏六一20岁的生日，青龙问夏六一想要什么，夏六一说，我想要小满做我大嫂。青龙问，那你呢？夏六一说，我是你的马仔，一辈子跟着你。青龙掩饰住眼底的情愫，娶了小满。夏六一以为这是他们3个最好的结局，青龙是大佬，小满是大嫂，他是马仔，他们会这样过一辈子。可是结婚后没多久，小满就得了抑郁症。小满感觉出青龙不爱自己。一开始小满以为青龙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，直到后来他隐隐觉察出青龙心底藏着的人可能是。这一天，夏六一正在熟睡，一阵咚咚咚的敲门声响起。夏六一从噩梦中惊醒，出事了。小马急匆匆的来通报，说青龙和小满吵了一架，小满捅了青龙一刀，青龙被紧紧送进医院了。夏六一赤着脚就要往医院赶，小马跟在后面欲言又止，说小满捅完一刀后受不了刺激，从别墅楼顶跳了下去。夏六一愣了好久，路的尽头是分岔口，往左是小满跳楼的别墅，
往右是青龙受伤的医院。狠狠喘了一口气后，夏六一狠狠一打方向盘，去了左边。他选择了小马，可是最后他2个人都失去了。赶到别墅时，小马已经盖上了白布；赶到医院时，却见青龙胸口和腹部插着他的青龙双刀，那是他20岁时青龙送给他的礼物。他们被人算计了。萧其堂的副旁主许应冲了进来，指认他杀了青龙，定罪他是萧其堂的叛徒。萧其堂全体出动捉拿夏六一，谁杀了夏六一奖10万。一群黑帮小弟冲向夏六一。这一天晚上，何初三背着小书包准备去自习室，走在一个巷子里时，却被一个什么东西绊倒了。刚想爬起来，一把刀架在了他的脖子上，是一路且战且走重伤了夏六一。摸到一个熟悉的破破旧旧的书包后，夏六一确定了眼前的人就是何小瘪三，立马放心昏死在了何初三的背上。何初三背了一个血淋淋的黑道大佬回家，差点把阿爸和牙医吓到脑溢血。父子俩手忙脚乱的救人，夏大佬就这样在何家住下来养伤，顺带被整治了满口牙，从此对何阿爸毕恭毕敬，不敢造次。在何阿爸的撑腰下，何初三胆子也慢慢大了起来，照顾夏六一的同时都开始使唤人了。六一哥，你抬抬手；六一哥，来翻个身；六一哥，腿分开些，擦不到屁股缝，前面要擦吗？六一哥，起来撒个尿吧，我现在要出门上课，不撒的话就要等到晚上了。有火不能发，夏六一天天挠床，何初三家的床单都被挠出了洞。这一天，何家大门被一阵猛捶，夏六一立马警觉地坐起身，却发现何初三靠在他没受伤的肩膀上睡得正香，一只爪子从后面搂住他的腰，另一只爪子居然压在他的胸口上，手指还夹着他的小尖尖。夏大佬这个位置十分敏感，当场脸爆红，一巴掌把何小瘪三扇醒了。何小瘪三一连救了夏大佬2次，夏大佬大发善心的收他做马仔，不料却被拒绝了。何阿三谨记何阿爸的教育，不入黑社会。不过何初三虽然不入帮派，却发挥了自己编剧的优势，化身何影帝，陪夏六一演了一场戏，成功调出杀害青龙大佬的凶手许应，还夏六一清白。但许应临死前的话却让他们后来波折数年，甚至差点因此走散。许应临死前贴着夏六一的耳朵说，你知不知道我提着你的刀进去的时候他跟我说什么？他说，小六是我的错，你不要自责。夏六一，你这个下贱东西，我要你永远都不知道青龙是怎么死的。许应死了，夏六一洗尽冤屈，成功当上了萧其堂的龙头。另一边何初三却有些睡不着了。夏六一救过他2次，他也还了2次，按理说已经偿还清了，两人应该再无瓜葛。可何初三却没办法将那个黑色的身影从自己脑海里剥离。夏六一是无恶不作的黑社会，带给他一段压抑血腥的回忆，可同时也带给他一种血腥不屈、热烈而鲜活的触动，就像涨潮时汹涌的海水，啪啪啪地拍打他的心脏，在那里留下深长的刻痕。无论他怎么努力去抚平，都会在想起那个名字的瞬间，听见耳朵里潮水嗡鸣的拍击声。或许逃不开那个人了。何初三发出无奈的一声长长叹息。何初三猜的没错，他要和这个黑道大佬开始一段无休无止的纠葛了。这次之后，夏六一隔三差五的派人开车去接何初三，不少同学都暗自揣摩，何初三是被半山别墅某富婆给包养了吗？也不怪大家这样猜测，何初三今年22岁了，宽肩长腿，个子高挑，眉目清朗，腼腆又纯真，不正是富婆们最中意的小白脸外貌吗？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接走何小白脸的不是富婆，是富公，还是战斗力爆表的黑道大佬。夏大佬教何初三打台球，带他去吃鸡包，不想吃鸡包这天出了事，遇到了死对头，双方动了枪。回去的路上，何初三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鼓起勇气说，你下次能不能别带我到这种地方？你们黑社会之间的这种事儿，我不想参与。这话伤到夏六一了，在发火之前，他把何初三赶下了车。不过没过一会儿，他又见到何初三了，还很瘦弱的背上背着一个人，正摇摇晃晃往前跑。何阿爸生病了，何初三正急着送他去医院。夏六一二话没说，开车送他们去了医院。看着手术室的灯闪烁，两串眼泪从何初三的脸上滑了下来。夏六一硬邦邦的心柔软了一下，
把人揽在怀里安慰说：“别哭了，撑着点儿。”何阿爸的手术很成功，夏六一准备离开，何初三却拉住了他的袖子，轻轻说：“六一哥，其实晚上我说的话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看见他们用枪指着你，很害怕。我不想再看见你受伤的样子了，一想到你那样，心里就很难过。”这一天过后，夏六一总感觉有点不对劲，觉得何初三那天晚上说的话不对劲，说话时的眼神也不对劲。他安慰自己，何初三对自己应该是兄弟情深，毕竟自己救了他2次，还救了他阿爸，他对自己示好是情理之中，肯定是自己太敏感了。这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男人跟男人的暧昧？这边夏大佬自我 PUA， 另一边何阿三已经准备开始追爱路。2. 何初三进阶和影帝。自从知道自己对大佬有了不可告人的秘密之后，何初三开始徐徐图之。今天请他去红磡吃鸡包，明天请他去看电影。追黑道大佬很难的，更何况还是有钱的大佬。为了省钱，何小穷酸连饭都没舍得吃，揣着一张电影票在沙家居的文化中心等夏大佬。电影开始了，夏六一还没来，何初三小声嘀咕：“这个黑帮大佬真是不好伺候，一点道理都不讲，随心所欲的想抢钱就抢钱，想送钱就送钱，不收还掀桌子，像个小孩子。”另一边正在开车的夏六一狠狠打了个喷嚏，擦，谁骂老子？何初三一边抱着小书包发呆，一边老气横秋的叹气。不想一抬头就看到夏六一站在面前，瘦腰长腿，包裹在一身黑西装里。何初三一个把持不住，看呆了。何初三想给夏六一最好的，选的地方又贵又优雅。夏六一因为要抽烟被周围一圈人嫌弃，气得当场走人，当然也把何初三拎走了。六一哥要带何小穷酸去吃大餐。15分钟之后，何初三一身旧衣服破鞋子，坐在昂贵的半岛酒店餐厅，看着英文菜谱上浩浩荡荡的数字，心里打颤颤。餐厅外面是华灯满目的维港夜景。何初三从小在暗无天日的蛟龙城寨里长大，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绚丽的夜景。这座灯火辉煌的东方不夜城，繁华璀璨的海上明珠，从来没有属于过他。他20余年生存在这里，却只是一个孤城中的异乡人。此时的何初三还不知道，仅仅几年后，他就能泰然自若地在这里消费。几年里，他飞速的成长，只是为了爱一个人。为了帮夏六一写剧本，何初三认认真真看了不少黑道小说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小说里的黑道最后都不得好死，他不想夏六一最后也是那样的悲惨结局。此时的何初三刚刚22岁，还有1年才大学毕业。从小何初三就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有朝一日能够带着何阿爸从蛟龙城寨这滩烂泥里走出去。可是现在，他在思索自己能不能多带上一个人，一个他刚刚喜欢上的人。何初三一边思索，一边默默走进那座被黑暗笼罩的腐朽城寨，心里却有一道光在生根发芽，那道光叫希望。这时候的何初三如此的年轻朝气，也如此的稚嫩单纯，天真的以为自己能够改变未来。他想多带一个人离开这片沼泽地，却不知道或许连自己也会被这片沼泽吞噬。又到1年的6月1日是夏大佬的生日，何初三抱着一个包装严实的小纸箱子去给他六一哥过生日，宝贝的不行。夏大佬期待地打开他的宝贝箱子，手伸进去摸索老半天，最后只摸出一张贺卡。贺卡上画着一个极其丑陋的生日蛋糕，还认认真真地写了4个字：6一快乐。夏六一捏着那张单薄的贺卡沉默。何初三耷拉的脑袋说：“六一哥，我想送你一个这么大的生日蛋糕，但是不够钱，先送个纸做的，等我明年工作了补给你。”何初三是讲信用的人，后来他真的送了夏六一大大的蛋糕，只是那时候看的人心里酸酸的。虽然被何初三的纸蛋糕气着了，但夏六一还是不放心他，要开车送他回家。不过这车半路拐到了海边别墅前，那是夏小满和青龙住过的别墅。在这里，何初三看见了一个脆弱的夏六一。荒废的别墅前，夏六一抓着那个薄薄的贺卡哭了。他说被青龙带走的那一天是6月1日，他第一次吃蛋糕，他觉得那一天才是自己人生的第一个生日。说这些的时候，夏六一低着头，表情落寞。何初三想，这个才是真正的他吧。热闹的生日会，莺歌燕舞，酒池肉林，嬉笑打闹，都是他做给兄弟们看的幌子。
真正的他只会在深夜里一个人开车上山，坐在一座废弃荒芜的别墅前，默默地抽一根烟，对着一张贺卡流泪，然后悄无声息地睡去。此时的何初三不知道，在夏六一心里他能算个什么，但是他清楚地知道，这个肆意妄为的黑社会耀武扬威的出现后，就在他的心里横冲直撞，现在已经驻扎不走了。何初三把醉过去的夏六一抱在怀里，轻轻地把脸贴了上去。隔天早上，夏六一被阳光晒醒，隐隐回忆起何初三昨晚的所作所为。这次他敏感地确定，何初三对他超过了兄弟的界限，但这种危险的情愫还是扼杀在萌芽里吧，越早越好。不过说是扼杀，他也没准备不见何初三。夏六一自信地觉得何初三只是读书读傻了，一时错把兄弟情当成了心动，等以后见过世面了，说不定就能够回归正途了。但何初三却没有给他验证的机会。圣诞节《阿飞正传》上映，何初三请夏六一看电影。电影院里，何初三偷偷上演茶艺，装作太困想睡觉，身体一点一点的往下滑，脑袋一点一点的挪，然后轻轻靠在了夏六一的肩膀上。看夏六一没反应，何初三悄悄地呼出了一口气，放下心，竟然真的睡着了。夏六一一脚把睡着了直打小呼噜的何初三踹了起来，两人一前一后往停车场走。夏六一伸手在裤兜里掏钥匙，何小瘪三的眼睛就定在他六一哥又圆又翘的屁股上，垂涎已久。刚美美的和心上人看完电影，不想回去的路上，夏六一就因为保护何初三受了伤。何初三手忙脚乱地给他包扎，鼻尖直冒冷汗。夏六一笑着逗何初三，问他怕不怕。何初三说怕，我怕你为了救我自己受伤。六一哥，如果以后再有这种事，你不用管我，是我自己没用，伤了你比我自己受伤还难受。何初三一边颤抖着把夏六一的手贴近自己的脸颊，一边一句句的表白。夏六一触电般的掏出自己的手，耳根发烫，胸口燥热。他觉得自己再不能放任何初三这样下去了。他扔给何初三一个旧钱包，让他去帮自己买一碗牛杂。钱包里有一张泛黄的旧照片，一个男人正在片头抽雪茄，是青龙。夏六一想让何初三知难而退，看到照片的瞬间，何初三手一抖，差点让照片掉在地上，但仅仅是一瞬间，何初三就稳住了心神，死死捏稳了照片。他知道自己今晚失态了，可是他控制不住。他喜欢夏六一，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夏六一吃完牛杂，何初三情不自禁地抬起手，在他嘴角上轻轻擦了一下。他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，说嘴角沾了汤汁。回去的路上，何初三坐在车里，偷偷把刚刚沾了汤汁的手送到自己嘴边，轻轻舔了舔嘴角，尝到一种酸涩的甜蜜。他本来不想在这时候让夏六一知道自己对他的情意的，对方是资产过亿的大佬，自己是一穷二白的学生，拿什么许给他未来？可刚刚六一哥知道了自己的感情，却没有赶自己走，一而再再而三地纵容自己。或许自己是不一样的，虽然现在还不能跟照片上的青龙相比，但自己是特别的，这就够了。总有一天自己会。还没等他甜味幻想完，夏六一开车把他送到了一家店门口。看到招牌上檀香阁三个字，何初三刚刚还沸腾激烫的血液瞬间冷了。夏六一是带他来开荤的，夏六一要用这一招断了他所有的念想。何初三想躲躲不了，想逃逃不掉。夏六一捏准了他善良的心性，最后仿佛心灰意冷一般，何初三搀着檀香阁的姑娘小何往房间里走。通往房间的走廊里，何初三反思自己犯下的错误，他太得寸进尺，太轻易贸然，太幼稚天真了。夏六一看似凶悍嚣张，可面对感情却只会逃避。他对感情有与生俱来的脆弱，脆弱到能把自己深爱10年的男人推给别人。与青龙相比，他何初三那一份小小的特殊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他之前怎么会那么得意到放松警惕呢？是他走错了开头，他不介意重新来过。这就是真正的强者思维吗？从来不怕出错，也不怕重新来过。小三子，怪不得你是公。看着何初三死心地走进房间，就连来看八卦的崔东东都忍不住说：“你对那小子太残忍了。”檀香阁那晚之后，何初三好像真的转性了，开始认认真真的和小何约会了。反倒是夏大佬开始放不下，派人偷偷跟踪，还要随时汇报进展。马仔一会儿说何初三带小何去百货商场了，一会说带小何去电影院了，
一会说给小何买零食了，马仔一边说，夏六一一边打喷嚏。等马仔说何初三给小何做饭吃的时候，夏六一直接扔了手里的大哥大，骂了一句脏话：“滚你妈的何阿三！”夏大佬当天晚上又发了高烧，裹着被子烧得跟一块炭似的。晚上饭点的时候，何阿三背着小书包来了，开口就说：“我听小何说你病了，来看望看望你六一哥。”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不忘保持恋爱人设。何初三低眉顺眼地从小书包里捧出一个保温壶，里面是自己煲了很久的皮蛋瘦肉粥。夏六一在这边呼呼噜噜地喝粥，何阿三在那边继续给自己加戏，一脸纯良地说：“六一哥，对不起，我那天晚上不该跟你抬杠。小何是个好女孩，我跟她在一起很开心。谢谢你，六一哥。”何初三语气态度太真诚，说到小何时还会害羞脸红。夏六一看不出任何破绽，这小子难道真的转了性？夏六一半信半疑。没过多久就到春节了，何初三盛情邀请夏六一到自己家过年。何家房子不大，但很温馨，年夜饭也很丰盛。吃饭的时候，夏六一时刻提防何初三搞小动作，哪知道何初三一派坦然待定，没有半点越矩行为。何初三这个时候做饭手艺还很青涩，其他菜都做得一般，只有一道蒸鱼做得不错。夏大佬忍不住频频光顾蒸鱼，连鱼尾巴都扒干净了。何初三不动声色地把鱼翻了个面给他。何初三跟小何的事，何阿爸也知道一些，饭桌上夸儿子追人一套又一套的。夏六一嘴里的鱼肉瞬间就不香了。何家太温暖了，夏六一吃完饭就准备走了，这种家的感觉让他热得难受。走出门，他把自己的大衣领子掀开，想让自己冷一点，再冷一点，冷到跟平时一样。何初三一直站在窗户前，看着夏六一走出大门，走进小巷，然后过了好一会儿，才有一辆车从巷子里开出来。那好一会儿是一根烟的时间。何初三笑了，现在他知道自己在夏六一心里的分量了，至少值得他坐在车里烦扰地抽一根烟。日子就在何初三经济演技的过程中过得飞快。又是一年6月初1，夏六一的生日到了。马仔来汇报说，1个小时前有人送了礼物过来，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盒子。夏六一打开看，里面是一个造型精致的水果蛋糕，包装盒上还有一封贺卡，贺卡上端端正正写着“6·1快乐”4个大字，还画了一个极其简陋的生日蛋糕。夏六一猛地站起来，冲出门外，脑子里回想之前和阿三的话：“我想送你一个这么大的生日蛋糕，但是不够钱，先送个纸做的。等我明年工作了不给你。”马仔说送蛋糕的人走了1个小时了。夏六一立马打电话过去，何周三说自己快到家了，可夏六一明显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和自己周围同样的音乐，立马冲着远处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大喊：“何阿三，给老子滚出来！”何初三就被老鹰捉小鸡一样的拎了出来。当天晚上，夏六一对着青龙和小满的牌位吃了大半个何初三送来的水果大蛋糕。第二天起来就开始牙疼，硬撑着1个星期，脸都肿了，只能去医院拔牙。牙疼不是病，疼起来要人命。夏大佬被牙疼折磨，就开始折腾小马。小马屁滚尿流地从手术室里逃出去，又朝自己的下属发脾气，说：“姓何的臭小子死哪儿去了？这么久都没来哄大佬开心。”姓何的臭小子一边跟大佬玩欲擒故纵，另一边忙着拼事业呢。90年代的香港形势一片大好，青壮年们纷纷投身金融事业。何周三甚至吃处都在公司，周一到周六每天昼夜不停地加班，忙得跟陀螺似的。这一周天嘛，何初三就重拾金像影帝的天赋，穿上何阿爸的旧衣服，给自己做了一番外貌伪装，推着一个小杂货车到夏六一公司办公楼下叫卖。他不敢轻易出现在夏六一面前，怕之前和小何演的戏前功尽弃。其实当初带小何进房间后，他第一时间就跟小何坦白了自己的想法，还把小何介绍给了一个要好的小学同学。但他一直不敢见夏六一，但他又忍不住想夏六一想得心肝疼，于是就乔装打扮到他公司去偷看。何初三的伪装太逼真了，没有一个人认出他。他被收过3次保护费，小马甚至还在他那里买过1次烟。他看着夏六一在公司进进出出，面上装的一脸纯良，但脑子里全是猥琐想法，紧盯着夏六一紧翘的屁股。他最喜欢夏六一下楼上车那一串动作：歪头吸一口烟扔掉，然后解一颗西装扣子，弯腰上车。这一瞬间的屁股最圆最翘，看着看着心里又有一些遗憾。当初夏六一在自己家养伤的时候，怎么没趁机多揉几把？
这一边何初三玩影帝游戏玩得起劲，另一边他的六一哥出事了。夏六一因为帮派斗争伤了盛和会的肥妻，双方实力火拼，警察也赶来，夏六一死了一个手下，应声重伤冲出去，恰好被下班经过的何初三救了。何初三把夏六一带回自己住的地方，那是他工作后租的一个小公寓。何初三心疼地给夏六一清洗伤口，看着眼前密布的伤口，心里一阵阵抽痛。清洗的动作也越来越慢，夏六一脑袋上罩着一个毛巾，看不见何初三的动作，但能看见前方墙上投射的影子。何初三悄无声息地抬起手，那是一个要从后面抱他的动作。夏六一就这么在这个小公寓住了下来。公寓太小，只有一张床，夏大佬理所当然的睡床，和阿三睡沙发。这一晚，夏大佬夜里尿急，摸黑起来上厕所，回来经过沙发，看到何小瘪三缩手缩脚的躺在沙发上，身上盖着的衣服已经掉了。夏六一捡起外套，重新给他盖上。等夏六一脚步声小了，何初三在黑暗中睁开了眼，双手珍惜地摩挲着六一哥给他盖的衣服。何晶英最近一直潜伏于黑夜，韬光养晦，伺机而动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听到屋里传来夏六一的细小呼噜声，何初三轻手轻脚地下沙发，鬼鬼祟祟地摸进卧室。屋里一片昏暗，何初三就着窗帘缝隙透出来的丁点光，用眼神勾勒夏六一的身体，先是凹陷的腰，再是挺翘的屁股，一边勾勒一边默默地咽了一口口水。夏六一睡觉很警觉，何初三不敢有进一步的动作，就这么像鬼魅一样的站在门口，满怀着暗恋者的深情与偷窥者的猥琐。盯了很久很久，何初三心里发出一声轻叹，才暂且满足地爬回沙发睡觉。而等客厅传来沙发陷下去的嘎吱声后，屋里床上一直紧闭双眼的夏六一轻轻皱了皱眉头，在心里骂了一声扑街仔。不是，你俩在这玩宫心计呢，两个人的心眼子加起来比菠萝还密吧，普通人真的是玩不过你俩。这一天何阿三刚出门挣钱养家，夏大佬在家里躺着养伤，顺便思考人生，不想感觉胳膊下面有一些不对劲，撑起身子一看，原来枕头下面放着几张照片。夏六一狐疑地拿起一张看了看，瞬间暴怒。何初三。办公室里正努力奋斗的何阿三打了一个喷嚏。下班后，何初三又带着一篮菜回家，不想刚进门就看到夏六一阴沉着脸坐在沙发上，那表情活像大老婆派私家侦探抓了奸，拿着照片等着兴师问罪。夏六一憋了一肚子的火气，那些照片全是他，站在门口的他，弯腰进车的他，甚至还有一张他开着车窗坐在车里抽烟的照片，五官异常清晰。这得站得多近，藏得多好，才能拍出这么清晰的照片。何初三扑通一下就跪下了，老实承认自己和小何在假装交往。夏六一气得一把抓住他脑袋，按在了茶几上，拿了一个碎瓷片抵着他的喉咙。何初三侧脸被压得扁扁的，却轻声开口说：“六一哥，稍等一下。”夏六一疑惑的略微松开手，何初三小心翼翼地转过身，拿出一个布手巾，心疼地给夏六一挑手心里的碎瓷片，挑完还仔细地给夏大佬擦了擦手，重新垫上手巾，才把碎瓷片再次放进夏六一手里，小心呵护做完一切，才自觉地又把脸重新往茶几上一贴，说：“你继续，小心别割了手。”天哪，何初三，活该你有老婆啊！六一哥如果这个时候扇你一巴掌，你是不是还能伸舌头舔上去？夏六一直接丢了碎瓷片，扒了何初三的衣服卷成条，劈头盖脸的抽，一边抽一边破口大骂：“扑街仔，你个混账玩意儿，玩你大佬，老子今天抽死你！”这通抽给何初三抽爽了，一边躲一边闷笑，当然还要护住自己宝贝的俊脸。等夏大佬终于抽累了，何初三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膝盖往下的西装裤上都是碎片与血迹，不知道是真撑不住还是故意，最大的可能是两者都有。何初三摇晃着往前走了一步，然后膝盖一弯，直接栽到了夏六一的身上，伸出双臂环住了夏六一的腰，笑着说：“六一哥，你要知道，像我这种人，你如果下不了手的话，就再也推不开了。”何小狐狸向来老实诚恳的脸上突然露出狡猾的笑意，然后一低头亲上了夏六一的嘴唇。鼓掌，恭喜何阿三、何影帝、何金英终于亲到老婆了。夏大佬当场被亲懵了，千算万算没料到这混账玩意敢这么大胆。可何小瘪三胆子还不止他想的那么大，
亲着亲着，连舌头都紧了进去，温柔蜷喘地舔她的唇齿，在她舌尖上轻轻顶弄。其实何处男也没有什么接吻的技巧，都是纸上谈兵的书本知识。直到亲到实在喘不过气，才恋恋不舍地退出来。末了还黏黏糊糊地蹭着夏六一的鼻尖说：“六一哥，下次吃完中午饭也要刷牙。”一直呆愣的夏六一终于回过神，一膝盖把何初三掀翻在地，再一次扎了1倍的碎片。战斗力仍然弱得让人神伤啊！何静英，后面一定要勤加锻炼，不然会吃不到火车便当的。屋里两人正在打情骂俏，门突然被踹开，一群警察冲进来，带走了夏六一，也打碎了何初三的天真。之前他满怀希望，踌躇满志，想着总有一日能把夏六一这个行差踏错的黑社会引回正道。不想这条路太难，他还没来得及大步前行，就先把自己陷了进去。他太天真，太乐观。他花了大半年的时间去玩一个欲擒故纵的小游戏，却全然未觉察平静水面下的暗潮汹涌。他以为他们还有很多时间，还能等他慢慢长大，等他羽翼丰满，等他布置计划，等他劝诫引导。但直到今天，他才幡然醒悟，夏六一的陨落只需刹那，而他甚至丝毫无力去抢救。夏六一今天只是被带走，那下一次呢？会不会有一天横尸街头？当时想到夏六一城市街边的样子，他就怕得全身发抖，手心里全是冷汗。黑暗逼仄的房间里，何初三伸出右手举向天花板，用力的握拳又松开。终于平复好心情后，他做了一个决定，他要变得更强，只有更强才能拉住夏六三。何影帝进阶何静英。夏六一没在警察局待很久，刚出来就看到何初三抱着一个保温壶冲了过来，壶里是他刚熬好的瘦肉粥。夏六一被强吻的气还没消呢，开口就骂：“别过来，给老子跪在那儿！”何初三抱着保温壶，老老实实的就要跪。夏六一突然想到他膝盖上还有伤，又赶紧骂道：“停，滚门口去站着，看着就烦。”何初三直起身，又老老实实的滚到门口，贴着墙缝凄凄哀哀的站着。何初三这个时候还是涉世未深的单纯白领，联想从小听过的故事，脑补出无数夏大佬被严刑拷打的画面，心疼的要死，不怕死的靠过去抱紧夏六一，真真切切的说：“六一哥，你没事就好，我很担心你。”一句话搅得夏六一心里煎熬翻滚，心脏仿佛被虫咬一般，细细密密的疼。他不知道自己在挣扎什么，也不知道自己在忍耐什么。他现在不敢幸福，小满和青龙的仇还没报，他没有资格，他不敢、不能、不应该去开始新的恋情，更不应该跟何初三开始。何初三出身清清白白，有着光明的未来，而自己却背负着沉重的过去，还有那么狭隘的将来，他根本看不到他们的结局。可是他又舍不得推开，何初三的拥抱太温暖了，暖到他没有力气推开。何初三抱着他道歉，说自己之前不该强吻。夏六一说：“下次再敢乱来，打断你2条腿。”何初三老老实实摇头，端正态度认错说：“再也不敢了，六一哥，下次亲之前一定先跟你说，就像这样。”然后嘴唇又一次附了上去。这一次他没有被推开，被亲吻的人闭上眼，第无数次纵容了他的胆大妄为。唇舌缠绵间，何初三想起了2年前的那个深夜。当时他问夏六一为什么不能承认，不敢面对那段感情。他问的是对青龙。当时夏六一揉了揉他的脑袋说：“你不懂，这里面有太多的身不由己。”现在何初三已经懂了那些身不由己，因为爱情就是这样身不由己的事儿啊。这次亲吻之后，2个人算是开始恋爱了，只是这恋爱谈的有点委屈。何初三第3天就被公司召唤走了，然后就是1个月连轴加班，见不到人，只能一边在公司敲键盘，一边磨磨唧唧的抱着电话说情话。六一哥，我想你了。六一哥，你今天刷牙了没有？六一哥，听起来你也很想我啊。气得夏六一1天刷1次大哥大，挠2次床，1个月刷坏了3支牙刷，还气鼓鼓偷偷摸摸去牙科诊所做了1次美牙护理。就在一片鸡飞狗跳的忙碌中，何初三升职了，但是他却说不想干了，试着问夏六一：“要不我来你公司做事吧？”半年前，夏六一还处心积虑地想把何初三网罗到自己公司，让这个金融系高材生帮自己做事儿。现在听何初三试探性的话，却犹豫了。
他不想让身家清白的何初三趟进他这滩浑水里。夏六一的担忧没有错，没过多久，何初三就被对家黑帮乔野绑走了。夏六一接到电话时脸沉如水，一连吃了3口牛杂，一口接一口，很重的咀嚼，但一句话也不说。看到他这种状态，崔东东很诧异，他没有想到夏六一这么看重何初三，默默在心里嘀咕：小三子，你可争点气啊！你要是再没了，几十公里外的废弃仓库，小三子正不负所望，正在努力争气，充分发挥自己金融精英的优势，忽悠乔爷的几个手下，一个个金砖数亿，不要钱的往外抛。一夜过去，2名混混4只眼睛被忽悠成了4盘蚊香，一人手里拿着一张写着密密麻麻生财之道的香烟纸，如获至宝。其中一个还亲热地攀着何初三的肩膀说：何顾问啊，你说了这么多，要是你等会被我们大佬杀了，我们跟谁买去？何初三趁机用手里的铅笔狠狠扎向混混的后背，偷袭成功。何初三不要命的逃命，一边跑得气喘吁吁，一边反省自己最近忙于工作，连太极拳都没有顾得上练，体力跟不上，真是要人命啊，要人命！跟大佬谈恋爱，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都得过关啊！这次逃命，何初三右腿摔骨裂，被英明神武、正直帅气的谢警官送进医院。病房里，何初三正看着天花板发呆，房门被一脚踹开，是夏六一。何初三结结巴巴地说：六一哥，别打，我头受伤了。结果夏六一大手一挥，抓住何初三的衣领，拎起他脑袋就吻了上去。被啃得喘过气的何静一发出越来越虚弱的呻吟。跟在后面冲进来的崔东东赶紧转身堵住房门，说：都散了啊，都散了啊，看什么看，黑社会清场。何初三在医院里躺了不到2个小时，就被连人带石膏一起打包运回了黑社会的老巢夏大佬的家里。六一哥主动亲他了耶，成功登堂入室了耶。何初三躺在夏六一的床上，忍不住举起双手朝着天花板比了2个耶，干得好阿三，谢谢你乔爷。夏六一这时候正好开门进来，何初三光速收回手挡眼，装作被窗外阳光晒醒的迷迷糊糊样，带着睡腔说：六一哥和阿三，你真的很绿茶哎。崔东东也来凑热闹，给夏六一送了一包东西，里面是一包各种款式的安全套和润滑油，还热情贴心的解释，那个蓝瓶的油最好用，清爽，泡沫少。不过你要是喜欢泡沫多的，那就换那个绿瓶。夏六一黑着脸就要把东西扔出窗外，崔东东在后面急得跳脚说：哎，套子扔了也就算了，那油扔了你肯定得后悔。后来崔东东也把这包东西送给了何初三，我们阿三当场就娇羞一笑说：谢谢东东姐，嘿嘿，一点都不辜负崔大姐头的心意。夏六一铁青着一张脸回家了。回到家吃饭，和阿三吃一口看他一眼，一腔深情用大佬的脸下饭。吃完饭借口受伤，让夏六一帮他洗澡，洗着洗着手就贴上夏六一的脸，嘴巴往他嘴唇上凑。夏六一在嘴巴被碰到前说：扑街仔，我一天没有刷牙。何初三可怜巴巴地问：当然是装的，那怎么办？我想亲你。夏六一看着他引力上升演戏，老脸通红的扔下搓澡巾，刷牙去了，还剩给何初三一个情侣款杯子和牙刷。5分钟后，2个人坐在浴缸前，边腻腻歪歪的亲了又亲。洗完黏黏糊糊的亲亲澡，夏六一把何初三扛回自己床上。睡觉的时候，何初三贼手贼脚想去贴近他六一哥，直接被吼让他滚远点。但没关系，我们阿三脸皮厚如城墙，仗着自己受了伤，挨打几率不高，又再接再厉的蹭上去，却听到夏六一半梦半醒的呢喃说：我半夜翻身会压伤你。何初三愣住了，看着夏六一的背影发呆，眼睛酸涩胀闷。他不知道自己被绑架的1天1夜里，夏六一经历了什么，只是从医院里那个凶狠而粗糙的吻里，他觉察到夏六一抑制不住的颤抖，还觉察到夏六一的惊惧与狂喜，那情绪汹涌的远远超乎他的意料。他是真的不知道他在夏六一心里已经走到了这样的地步。他就像一只蹲在大灰狼门口唱小肚子乖乖的兔子，一边哼歌一边偷偷探头探脑，想找机会登堂入室，却不料大灰狼早已不耐烦地将他拽进了屋子，上了锁，靠在自己的心里。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何初三心里涌上一阵狂热，但在狂热过后又是一阵后怕。如果这次他没能找到机会逃走，如果没能被警察救走，如果他受了重伤甚至死掉，这对夏六一何其残忍。
这个人也许会将自己死死地裹成贝壳，终其一生再也不对第三个人敞开心扉。想通这一切，何初三一点也不为自己劫后余生庆幸了，只觉得自己愚蠢又冲动，弱小而不能自保。他要的是把夏六一拉出这片不见地的淤泥，而不是成为他的累赘，将他拖得更深。何初三在夏六一那里养伤住了1个多月，深刻意识到夏六一是如何将黑帮大佬的私生活过得跟屎一样的。怪不得崔东东每次来看他时都一脸苦尽甘来的表情，拍他肩膀说：“小三子，加油哎，搬进来你可就别走了，拯救大佬就靠你了。”何初三坚决不辜负大姐头的期望，扛起了拯救大佬的终极任务。夏六一喝酒，何初三就收起酒瓶，然后在他炸毛之前说：“六一哥，我腿受伤，不能喝酒。”夏六一还是炸毛了，说：“你不能喝酒，关我屁事儿。”话还没骂完，就被何初三掰着脑袋亲了。亲完又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接吻的时候酒精会传染。”为了安抚夏大佬的烟瘾，何初三又开始攻略烘焙领域，亲手烤制各种美味的曲奇饼干，还有适合随身携带的棒棒糖，弄得夏大佬浑身散发着恋爱的酸臭味。谈恋爱的同时，何初三也没有忘记拯救大佬计划。何阿爸曾说过：“黑社会没文化，你没文化吗？既然直接建议洗白不被接受，那他就应该曲线救国，另辟蹊径。”何初三悄悄约了崔东东，问他萧其堂有没有洗白的可能。崔东东直白告诉他：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。萧其堂出身蛟龙城寨，不做老本行，在江湖上屁都不是，也没人愿意跟他们合作，光靠正经生意根本养不活手底下几百个兄弟。夏六一当了萧其堂的大佬，已经骑虎难下了。”何初三看着窗外的海面，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：既然是骑虎难下，那如果砍了老虎的腿脚，拔了老虎的牙，夏六一还能骑什么？晚上，何初三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追着夏六一去了泰国妙语森林的千佛之地，夏六一的身影隐没在石墙之后。他想追上去，却被缭绕的檀香迷了眼。弥漫的烟雾中，隐约听到禅师问他：“你执迷不悟，深陷泥沼，还不回头？”梦里他说：“以身布施，割肉为因，不正是佛家箴言？”禅师再问：“善恶不分，为虎作伥，这便是你的布施之道？”他却回答：“不入淤泥，不见白莲。我不入地狱，如何救他出狱？”带着想法，何初三又一次劝夏六一洗白，两人爆发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争吵。何初三很激动地戳破夏六一心里的脆弱，说：“你不想洗白，是因为洗白后挣不了这么多钱，养不了那么多兄弟，扩张不了势力，萧其堂成不了香港第一的帮派。你在青龙灵前发过誓，你要替他做大佬，你要开辟新天地，你要带着手下那些为你们卖命这么多年的兄弟们出人头地，要他们享尽荣华富贵。你越做越大，离目标越来越近，你停不下来，也不想停下来。可是青龙已经死了，他死了2年，你一厢情愿的为他做这么多事，你以为他真的愿意看到？你以为他真的乐意看？”话还没说完，就被夏六一吼着打断了，让他闭嘴，赶他下车。下车前，何初三说：“六一哥，我不在乎，我不在乎你的过去，不在乎我们是不是2个世界的人，不在乎我是不是在你心里连青龙的一根头发也比不上。我只在乎你过得好不好，以后怎么过。你只活在别人的世界里，你不知道自己是谁。小满怕烟花，你也离他远远的。他喜欢青龙，你就让给他。青龙死了，你替他做大佬，你替他们活着。从你改名六一的那天起，这个名字给了你新生，也是你的枷锁。你从来没有活过自己。”这一晚争吵过后，两人冷战了起来。何初三明白夏六一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性子，想让他停在原地乖乖反省自己很困难的，所以何初三也强迫自己不急不躁，不主动去低头求和，故意晾他一晾，花时间憋屈自己，也憋屈夏六一。为了让自己不太憋屈，何初三努力打拼事业，还抽出时间拜崔东东为师，潜心学武艺。另一边，夏六一是真的被憋屈到了。当天晚上大吵一架后，急火攻心，重感冒，大半夜还抱着啤酒蹲在自己家屋子外的草地上发呆，用铲子戳地上的狗尾巴草。哦，那草是何初三种的，还拿啤酒浇他们，一边浇一边腹诽，扎死你，淹死你，又寒酸又假模假样的混账玩意儿。记得当初何初三种草的时候，小马开口大骂：“怎么老在大老院子里种这种寒酸东西？你们都不拦着点，都铲走，都铲走！”夏六一你当时可是一脚踹开何初三，还吩咐手下要做个篱笆围起来的哦。可怜的狗尾巴草，之前是个宝，现在真的是个草了。夏六一这样硬撑着，崔东东看不下去了，叹气劝夏六一：“
见好就收吧，给了台阶你就下，老端着干什么？夏六一脸色更黑了，是他不想顺坡下驴吗？是何初三这次压根没给他七台阶，整整2个月没来找他。就在这一天，警方突袭了萧启堂旗下的赌档，不仅当场抓住了一批赌客，还搜出了半斤白面，手下的马仔大巴头把所有事情都扛下了。但萧启堂还是被关了几间赌场，损失惨重。崔东东找夏六一私了，怀疑何初三在自己的大哥大里安装了窃听器，还怀疑何初三私联警察。可夏六一不相信何初三会害自己。就在这天，何初三来了，一如既往的笑容纯良，面色坦然。夏六一直接把人按在沙发上，把双手扣在头顶，强势的吻下去，狠狠咬他的嘴唇。他想嚼碎这个可恶的人，这个披着羊羔皮的小狐狸，这个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扑街仔。他想撕开何初三纯良的面皮，撬开他的脑子，看看里面到底在想些什么。可何初三只是温柔地看着他，全盘接受他的暴躁和粗鲁。两人亲了快10分钟，才依依不舍地分开。何初三靠着夏六一的肩膀，闷闷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以为晾你一段时间，你就会想通了。结果我发现我错了，等太久你都不会回头，而我要是不追上来，你就要走远了。”崔东东的话到底在夏六一心里扎了一根刺。他不是不信何初三，就是因为太确定何初三对自己的心意，才会怕何初三为了救自己做错事。他在何初三的大哥大里安装了窃听器。第二天何初三出门后，他拿出接收器监听。安装窃听器这个事儿，与其说是怀疑何初三搞鬼，不如说是为了说服自己，令自己心安。他痛恨这个对枕边人抱有怀疑的自己，洗掉何初三的嫌疑，才能洗掉他的不安。但没想到的是，何初三居然真的去见了警察。谢家华苦口婆心地套何初三的话，何初三却说：“我是一个自私的人，我知道他忌讳什么，我不想他恨我。”另一边，夏六一摘下耳机，狠狠给了自己一个大巴掌。借完谢家华后，何初三郑重其事地开车载夏六一去吃西餐，庆祝他们相识3周年纪念日。餐桌上，何初三自顾自地表明心意：“六一哥，你知道当初我从麻袋里出来看到你，心里的第一个想法就是，这就是黑社会吗？怎么会这么靓仔？后来你让我写剧本，老坐在我桌上吃牛杂，我经常一边看一边想，这屁股真小真圆，真想提起来这样酿酿。我可能天生对男人感兴趣，又对你一见钟情，所以初见面才对你这么有好感。跟我在一起吧，六一哥，我爱你。”说完，又郑重地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。夏六一老脸微红地掰开盒子，然后当场绿了脸。盒子里只放了一个劣质玉佛。六一哥，你到底在期待什么？是戒指吗？送完玉佛，何初三又带着夏六一到自己新家。夏六一傲娇地摆架子说：“太小了，别想我会住。”一边骂骂咧咧，一边蹬着跟何初三一模一样的情侣拖鞋往卧室里去。一进卧室就呆住了，墙上挂着一幅半人高的海报，是一个年轻女孩朝着镜头开心的笑，是小满。当初清朗小满死时，别墅也被烧了，夏六一连一份念想都没能领住，现在何初三帮他找回了这份念想。夏六一猛地关掉屋里的电开关，在一片黑暗中把何初三摁到了床上。大床发出暧昧的吱嘎声，夏六一骑在何初三身上，粗鲁地拽着他的头发，急切地啃咬着他的唇，凶狠的动作简直称得上狼吞虎咽。书里这么描述夏六一的心境，说他在这一天怀疑了何初三，监听了他。如果当时他听到何初三真的出卖了他和他的兄弟们，他甚至不能确定自己会不会对何初三涌起杀意。而何初三一无所知的爱他，一无所知的将这一天计划成一个隆重的节日，一无所知的为他筹谋着这个温馨的小家。这个干干净净、清清白白，又是大好前程的名校大学生，为他不惜违背原则底线，不惜违背良知道德，不惧怕危险，也不惧怕他们的将来。内疚、悲伤、懊悔、后怕，这些复杂而矛盾的情绪充斥着他的心，令他无所适从。他只能下意识地用这样激烈的方式去表达，去释放。这该死的扑街仔，这总是狠狠揪扯着他的心的扑街仔。被亲吻的何初三却是另外的心境，他在想，他早已预见了夏六一看到海报之后的感动，然而夏六一的反应远比他想象来的激烈，这让他的胸口疼得发慌。他此刻多么后怕与庆幸，他的确曾在崔东东电话里装下窃听器，但并没有用上，也并没有拨打那个出卖大巴头的电话。他的确计划从大巴头入手，一步一步瓦解萧启堂的地下生意，
让夏六一除了洗黑入白之外无路可走。崔东东善谋，小马擅藏，都很难抓住把柄，只有大巴头头脑简单，警戒性不高。但在实施计划的最后一刻，他犹豫了。他对谢警官说的都是他的心里话，他有所忌讳，他怕夏六一恨他，永不会原谅他。这个看似冷傲强大的男人，冰冷强硬的外壳包裹着的是一颗敏感破碎的心。这颗心经历过那么多的苦痛与被爱，再也承受不起他任何的背叛与算计。不管他出于怎样的初衷，他得到的只会是怨恨与绝望。夏六一很可能会头也不回地离他而去，将灵魂彻底沉浸于污秽，再无法挽回。小说读到这里，真的是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又深深叹了一口气，还深深松了一口气。真的很害怕何初三背叛六一。幸好啊，幸好！热烈亲吻摩擦中，何初三起反应了，尴尬的准备去浴室自己解决。他知道六一哥还接受不了更进一步的亲密，却被夏六一拉住了。欲望就像一点星火，瞬间燎原。当何初三反应过来的时候，他已经压着夏六一重新滚回了床上。这次激动疯狂的上位者成了他。下面就不能说了哇！呜！一列小火车开过去之后，何初三将夏六一用浴巾裹住，本想公主抱把人抱回卧室，不想还没有走出浴室就撑不住了，差点让夏大佬一屁股摔在地上。小说看到这里，我愣了好几十秒，脑子好像没办法转了。几十秒后，直接从床上弹跳几射，站在床上一边一边疯狂转圈圈，冷静。我站反了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脑子。小三子真有你的！拉回来啊，这里开的是一辆小火车，不是中火车，也不是大火车，后面还会有动车跟高铁。这里只是用了手，何初三用了崔东东给他的蓝瓶子，还装傻的问：“你不喜欢吗？那个泡沫少一点，那下次用绿瓶的吧，泡沫多。”这一晚之后，夏六一突然说：“洗白的事我会考虑，因为我也想跟你在一起。”这次小小开荤之后，何初三每隔10天半个月就拉着夏六一耳鬓厮磨一天。那个泡沫少的小蓝瓶，堪堪只用了半瓶，而且用一次被揍一次。何阿三外柔内刚，脸皮比城墙还厚，还有着不屈不挠的心智。虽然用了半瓶，也没有进行到最后一步，但他不急不躁，连哄带安抚，循序渐进，并且筹谋着在今年的6一儿童节上一口气把它用光光。但没想到的是，还没到6一儿童节，就出了4何金英进阶何财神。5月的最后一天，何阿爸心脏病突发，被送往医院。何初三赶往医院的途中，接到了崔东东的电话。电话那头是杂乱的争吵声。夏六一被联署的人带走了。崔东东让何初三尽快赶到公司帮忙做账，稍晚一些公司可能会被查封。何初三死地握住大哥大，深呼吸好久才说：“对不起，东东姐，我不能帮你做账。”挂掉电话后，何初三满脸痛苦地捂住脸。他对不起吴妈和阿爸，他没有关注叛逆期的妹妹，没照顾好阿爸。他对不起崔东东，辜负他的信任与托付。他对不起夏六一，他选择在这个时候袖手旁观。他要的是2个人的清白未来，他不能意气用事，轻易留下把柄。他对不起他的良心，他爱上了一个恶贯满盈的黑社会。这次账目问题，夏六一被判入狱3个月。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何初三无法形容自己的复杂心情，心痛的同时也在思索：3个月，六一哥所背负的过往，真的只用3个月就能赎清吗？因为拒绝做假账救夏六一，崔东东对何初三心有芥蒂。他知道何初三对夏六一没有坏心，但是他还是不信任何初三。何初三是自己人，但不是同类；何初三是朋友，但绝不是兄弟。何初三却并不在意崔东东的偏见，盯着他的眼睛说：“你们可以义无反顾，为了兄弟上刀山下火海，不惜陪着他下地狱。我做不到，因为我要做的是将他从地狱里拉出来。”何初三建议崔东东开一家新公司，他去做公司的顾问。崔东东知道何初三拐弯抹角的想出手帮消气堂转型。何初三现在是出了名的赚钱能手，有钱不挣大傻瓜，但崔东东却提了一个条件：帮会规矩，不入会不得担任要职。也就是说，何初三如果要在新公司里当顾问，就必须要拜堂入会，来当个古惑仔。何初三只是简单的思考了一下，就抬头说：“好。”一直谨记亲妈遗言和阿爸教导，一辈子不入黑社会的何初三，终于以身入局。新公司成立后，何顾问手下没有一兵一卒，没有替帮会打砸抢烧流过一滴血泪，却迅速地笼络了大半人心，成为了万众仰慕的一颗星星。
甚至连江湖上其他帮派都有所耳闻。弟兄们给他起了一个江湖混号，就叫捞财童子。何初三这边干得风生水起，监狱里夏六一却出了事。夏大佬在监狱里也能打架，又一次打架重伤后，夏六一申请了保外就医。何初三知道后，立马伪装成医生混进了医院，看着裹成木乃伊一样的夏六一发呆。看到何初三一句话不说，夏六一火了，刚开口骂了2句，就被何初三捂住了嘴，贴在他耳边说：“六一哥，我真想把你关起来，我真想把你铐在床上，哪儿都不让你去。你要是跟人打架，我就先废了你的腿；你要是让别人伤了你的眼睛，我就先把你的眼珠子挖出来。你要想跑，就你。”夏六一都听傻了，咂咂嘴说：“别欺负我看不见，你压根不是何阿三吧？”哦，这个时候六一哥的眼睛是暂时受了伤哦，话还没说完，嘴巴又被堵上了，这次还上了舌头。夏大佬被结结实实的亲了3分钟，松开嘴时已经气喘吁吁了，这才确定眼前的人是何初三。何初三捧着夏六一的脸，颤抖着说：“六一哥，你就不能平平安安的？我就只想要你平平安安，这么小的愿望，为什么总是这么难实现？六一哥，你答应过我要洗白的，你洗白的后路我都会给你铺好。你手下那些弟兄，只要肯金盆洗手，都能有一份安稳工作，养家糊口。你到时候没有后顾之忧。说洗白就一定要洗白。”夏六一不自然地嗯了一声。等何初三走后，隔壁病床的帘子唰的一下拉开了，原来是曾经的死对头沙大佬也被送进了医院，还被安排在夏大佬隔壁病床。夏大佬开口就问：“夏六一，想不到你真的喜欢男人，这是你的相好的小兔子，挺有个性啊！”突然出现的人声吓得夏大佬差点掉校床。沙大佬的养病日子也很痛苦，何初三每天都穿着白大褂溜进来，和夏大佬私会5分钟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夏大佬都要捂着被子，堵上耳朵，默念耶稣基督。天爷啊！夏双刀家的这只小兔子，说起小情话来简直肉麻的旁人没脸听。但沙大佬也很疑惑，按何初三的外貌，真的跟纯白的兔子一样，怎么会在探病第1天压着夏双刀说关起来之类的话？沙大佬还是没忍住问夏双刀：“你是被压的那个？”一句话差点噎死正在喝椰汁的夏六一。何初三一边给他六一哥拍背安抚，一边端庄贤惠地对沙大佬解释说：“沙大哥，你说笑了，当然是我伺候他，给我10个胆，我也不敢犯上啊。”夏六一涨得脸通红，气得往何初三屁股上狠狠拍了一巴掌。于是等崔东东等人来接他时，就看到何初三走路姿势扭曲，脸上还带着可疑的红印。众人顿时醒悟，纷纷扭过去窃笑。大佬真心急。崔东东也看不下去了，低声骂夏六一禽兽。夏六一立马变夏窦娥，都不知道自己禽兽在哪里。另一边何初三戏瘾还没断，坐下的时候龇牙咧嘴。崔东东又谴责了看到夏六一一眼，然后扔下他，关心何初三说：“小三子你先别坐，姐给你拿个毯子。”何初三立马羞涩腼腆地坐在小垫子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被蹂躏了一晚上。夏六一差点气歪了嘴。没想到旁边小马比他还愤愤不平，凑上来小声骂何初三说：“大佬，这小子也太不体贴人了，你伤这么重，他还勾引你，真是不懂事。”气得夏大佬一巴掌把人拍飞，都给老子滚！夏六一出院后才知道何初三拜堂入会的事，和崔东东大吵了一架。他不想让何初三趟这趟浑水。崔东东也振振有词说：“我信他没有坏心，但我不信他没有异心。他既然想改变萧其堂，就得首先上萧其堂这条贼船。我不允许一个想插手帮会事务的人将自己置身事外。”夏六一比崔东东更了解何初三，冷笑着说：“崔副堂主，你他妈才是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。他根本就没有想过置身事外。我进牢子的时候，他不帮我，是因为他知道那时候站出来了也没有用。现在他答应拜堂入会，是因为正合他意。他一定是觉察了什么，知道我现在不是真的要洗白，想混进来探探究竟。你以为这小子真的在意那些明面上的清白？他要的是你我小马萧其堂的所有人全部都浪子回头，金盆洗手。你现在让他入帮，是把我们所有人都暴露在他眼皮子底下。这小子最擅长温水煮青蛙，在你毫无察觉的时候收买人心。我要是多关2个月出来，整个萧其堂就要姓何了。”夏六一猜的没错，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，何初三在帮派声望颇高，现在是帮派的事要管，夏六一的事也要管，比如说抽烟。夏六一的伤还没好透，但烟瘾难戒，何初三直接用另一种方式帮他抽烟。几个月的时间练就了炉火纯青的稳技，口头服务夏62，
覆盖在夏六一上方，霸气地说：“你不会照顾自己，我来照顾你；你不会管自己，我来管你。以后你抽一支烟，我们就做一次，再开一辆中火车。”呜。何初三是实干派，他说要管夏六一，就卯着劲儿赚钱。现在正筹谋让夏六一的公司上市，把崔东东都吓着了，让黑社会上市。崔东东怀疑自己幻听了，夏六一也震惊地捧着自己的脸思索：我这到底是找了个什么玩意儿？偏偏自己有时候还很听这玩意的话。因为不能抽烟，夏六一开始改换成棒棒糖，坐在车后座，嘴里一边叼着一根棒棒糖，一边哼歌，还一边拿着另一根没拆包装的棒棒糖打节拍。小马抽着烟准备上车，夏六一立马指挥：烟扔掉，扔掉，出去散散味儿再上来。大爷的，要是烟味蹭到自己身上，回去跳海也洗不清了。小马苦了吧唧的在车外给自己扇风，想快点扇掉烟味。车上夏大佬一脸甜蜜的叼着棒棒糖，恋爱的酸臭味熏了小马一脸。夏大佬最近很缠人，一有机会两人就找小角落接吻。接吻的时候，夏六一表现得很饥饿难耐，欲求不满。何初三已经计划把剩下的半瓶小蓝瓶用完了，给两个人过一个盛大的儿童节。何初三的愿望还没来得及实现，何阿爸传来了喜讯，他和邻居吴妈终于修成了正果。何阿爸成婚的这一天，何初三比他爹还紧张。外面何阿爸的婚礼正在进行中，音乐传到旁边的一个杂物间。屋里还有一个用玫瑰花瓣堆得皱巴巴的心。何初三颤抖着拿出一个简单大方的白金戒指，因为紧张结结巴巴地问：夏六一先生，你愿意你愿意娶我吗？何初三求婚了，没有在5星级的大酒店里，而是在酒楼的一个杂物间里。但这里有5星级酒店比不了的东西，那就是何阿爸的婚礼。在阿爸婚礼上求婚意义更大。何初三紧张地等回复，不料夏六一从兜里掏出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钻戒，说：把你的也带上吧，大嫂。何大嫂激动得差点撅过去，她连夏六一拒绝自己的场景都唤醒过了。没想到夏六一却单膝跪地，拿出戒指向她求婚。再也忍不住，何初三猛地扑过去抱住夏六一，毫无章法的狂亲乱吻。剩下的半瓶小蓝瓶终于用完了，求完婚两个人就迫不及待的滚洞房了。春宵苦短，无穷无尽的快感汹涌般的袭来。事后何初三再次提出抱夏六一去洗澡，这一次他煞有介事的扎了个马步，气沉丹田，一口气把夏六一横抱了起来。被抱着的夏六一立马想到之前那次失败的公主抱，紧张万分的搂住了何初三的脖子。没想到何初三居然十分有长劲儿，咬紧牙关，稳扎稳打，一路把他平安抱进浴室。确实啊，这2年来何初三真的是拼尽全力的成长，现在已经是一个成熟男人的样子了。一夜春宵之后，何初三早上真正的戴上夏六一送的戒指，戴在了无名指上。在他心里，求婚洞房之后，他和夏六一已经是夫妇关系了，这个戒指就是结婚戒指。何初三觉得自己太幸福了，幸福到觉得有点不对劲。他太了解夏六一了，夏六一的爱是逃避的、隐忍的、含蓄的。最近夏六一这么直白坦率的彰显爱意，竭尽所能的温柔对待自己，是在心虚什么？是在遮掩什么？还是在弥补什么？带着疑惑和拯救爱人的目标，何初三偷偷来到青楼小满深情住的别墅。他是来找关键账本的。之前卧底还去何初三住的地方找过账本，何初三只能在心底苦笑。他知道自己在夏六一心里很重要，但无论如何是比不上青龙的，他有自知之明。何初三其实和夏六一一样，强烈的希望青龙还活着。青龙若是活着，他就可以堂堂正正的赢走夏六一的心，而现在他永远争不过死者。这就是何阿三啊，人格魅力，强者思维。只有这样的何阿三才能把他六一哥从泥潭中拽出来吧。5. 何财神进阶和疯批。在青龙的别墅里，除了一个笔记本，何初三还捕捉到一个关键信息：夏六一每半年都要出去做一次生意，现在又到了做生意的时候了，而且最近玉观音出现在了蛟龙城寨，那夏六一答应自己的洗白呢？无名指的戒指仿佛像烙铁一样滚烫，烫到他满心苦涩。可是他还是放不下夏六一，他早已滑入深渊，早已自觉自愿地沉沦于黑暗。他虚伪、自私且无耻，他只想保住夏六一，哪怕夏六一就是罪魁祸首，哪怕夏六一罪不可恕。他强迫自己相信夏六一心中依然保持着普遍的善意，他强迫自己相信夏六一还有得救。可是夏六一再次出事了。为了查出青龙真正死因，为了帮青龙报仇，他和泰国的干爹金弥勒鱼死网破。
小马和玉观音掉下悬崖，夏六一重伤。也是在这时，他才恍然大悟，他与何初三之间的感情真的仅仅是何初三主动吗？难道不是他那时深陷孤独苦闷绝望的泥沼，才下意识地抓住了靠近身边的那一缕阳光吗？难道不是他对着那个一穷二白的学生仔日日纠缠，有事无事就要何初三到他那里去报到，去陪他打球吃饭看电影吗？是他主动将何初三拽入泥潭之中，是何初三反过来救赎了他。但他离开了这样的何初三，离开了刚才梦境般温暖的家，他现在在哪儿？他身处异国他乡，逼仄寒冷的雨夜密林中，他手刃了仇人，却痛失了兄弟，他伤痕累累，狼狈不堪，濒临死境。夏六一没死，他被救了，被安置在泰国养伤。锻炼19天后，何初三连分手的话都说出来了，终于知道夏六一的信息。推开房门，看着一身重伤的夏六一，何初三心里仿佛有一条岩浆灌溉的河，滚烫而刺痛的流淌向全身的血脉。这个愚昧的、贪婪的、不要命的黑社会，平平安安、清清白白的过日子，对他来说就那么难。究竟是什么值得他拿命去拼？他难道就没有想过，他要是出了事儿，我该怎么办？夏六一不敢看何初三的眼睛，他以为何初三会大闹一场，不料何初三到了之后，只是自己哭了一场，连问都没问，就若无其事地以大嫂自居，指挥起保镖和医生，打点起了大佬的衣食住医。快回香港了，何初三帮夏六一收拾行李，却从衣服内袋里摸出了一张照片，照片背后用中文写着 KV 姐金兰之交，一期长存。何初三一下子就想起了账本上的第一条记录，也有着 KV 姐。夏六一为什么要随身带这张照片，连出来游玩也不离身？这跟他来泰国，跟他的重伤，跟小马之死有什么关系？他是不是还在复仇？那他答应的洗白事情呢？夏六一一无所知的在浴室里洗澡，何初三看着他背后的虎斑猫纹身，陷入沉思。夏六一本来要纹一只大猛虎，但何初三使坏，偷偷交代纹师加了3倍的价钱，让纹身师把大猛虎改成了一只虎斑猫。夏六一就是他的大猫啊！他在黑暗的小巷中捡到了，诱拐了一只野性而寂寞的大猫，饲养它，陪伴它，安抚它，疼爱它，而他也爱它，舍不得它，只向他露出自己最柔软的腹部，只让他看到自己最脆弱的伤痛，却依然不能够全身心的属于他。他的心里在想什么？他在为了什么而豁出命去？他还要见到他这样奄奄一息、重伤需要的模样多少次？第二天一早，夏六一醒来发现何初三不见了，和他一起不见的还有那张带着复仇线索的照片。香港何初三住宿的公寓里，夏六一面色阴沉地坐在沙发上。何初三早上离开后，他也紧急赶回香港，两人在昏暗的房间里对峙。夏六一问他为什么不接电话，为什么一个人回香港？何初三反问他：你为什么去泰国？那张照片上有什么秘密？你为什么受伤？你后面还想做什么？一连串的质问让夏六一烦躁不已，吼着说不关你的事。何初三突然扯下手上的戒指，狠狠砸向夏六一，压抑了多日的愤怒彻底释放出来，嘶吼着说：我是你先生，你所有的事都关我事，你还要瞒我多少事？你是不是要死在我面前你才甘心？你的戒指呢？我到泰国的第一天就想问了，你的戒指呢？夏六一愣在原地，哑口无言。他的戒指在逃亡中丢失了，他无言以对。一片黑暗和死寂中，何初三发出一声失望的苦笑，说：和我一起好好的生活，对你来说真的很难。真的是我想多了，我想在你心里，就算我比不过他，也至少占据了一半的分量。是我想多了，我用尽全力了，但我改不了你们的过去。从他去世的那一刻起，我就输了。我不怪你还爱他，但我不能接受我的先生对我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谎，我也不愿意再跟别人分享你的感情。这个家是我的，该离开的人不是我。夏六一震惊地看着何初三，说事情和金龙无关。他想抓住何初三，何初三却飞快地后退，说：你说这件事跟青龙没有关系，但在年30的那天晚上，你做噩梦的那天晚上，你抱着我叫了一晚上的阿大，你一直在求他回来，说我要杀了他们，为你报仇。夏六一脸上一下子血色全无，心跳如雷。他在那一声一声的轰鸣中，听到何初三最后一句话说：你走吧。也就是这一天深夜，何初三拨打了一个电话，他已经理清楚了青龙死亡的真相，也明白了夏六一最后一个敌人是谢英杰。谢英杰位高权重，如果想要除掉他，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命。想清楚这些后，一股寒气窜上了何初三的脊背，也窜上了他的大脑。他紧紧地握住了拳头，想：你不是不拿自己的命当一回事吗？
要么我就抽了你的虎筋，拔了你的虎牙，我来替你除掉你的猎物，我会让他身败名裂，血债血偿。可这样的阿三好累啊，要操心家人，要操心爱人。终于在何阿爸发现他和夏六一的恋情后，抄起一把扫帚痛打一顿后，何阿三病倒了。在旁人的眼里，他是青年俊杰，他是夜间精英，是江湖人称的捞财童子，年轻多金，聪慧机敏，自信沉稳。然而他并不是完美无瑕，并不是无坚不摧，并不能轻轻松松地将一切玩弄于股掌之中。人前的每一份风光，然后他都付出了无数倍的努力。上次大吵一架之后，何初三一边暗中调查布局，一边努力工作攒资本，一边对夏六一欲擒故纵，吊着对方上门求和。精神高度紧绷，身体上又极度疲惫，已经把他的健康掏空。何阿爸知道他恋情后的愤怒与失望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他很累很累，他要操心的事太多了，他很愧疚让阿爸突然知道自己的感情，他很担心夏六一会一意孤行报仇，走上不归路。但即使这么累了，他也不会躺下来，他不会放弃的，他歇一歇就好，哪怕只歇一晚上。不过夏六一很快就来了，分主之后怕何初三出事，他派了保镖跟踪，第一时间知道何初三挨打了。夏六一掏出之前的照片，急切的道歉，照片上一共3个人。夏六一指着其中一个泰国人说，那个人害死了青龙，他去泰国就是找他报仇，现在已经报完仇了，一切已经结束了，他们可以在一起了。何初三的心却慢慢结霜结冰，夏六一半真半假的坦白让他既疲惫又心动，他开始怀疑自己和夏六一的感情。夏六一究竟是爱他，还是仅仅将他作为一个伺候周到、相处起来顺心又愉快的伴侣？而他一直自以为不图回报、不计较地深爱着夏六一，又为什么渐渐开始感到伤心、委屈、不满，甚至记恨？何初三疲惫地说：“六一哥，我跟你之间永远隔了一个人，只要你心里还有他，还记挂着那些恩恩怨怨，我们永远都是2个世界的人，怎么可能在一起？我太累了，我们俩算了吧。”夏六一猛地扑上来，按住何初三，急急地说：“你闭嘴，不准说算了。”他低头想用嘴堵住何初三的嘴，却被咬破了嘴唇。但哪怕满嘴鲜血，他也不肯放开。他满脸血丝的嘶吼说：“我不可能忘了青龙，他救了我，他养大了我，我可以为了他去死。如果有人害死他，我一定会为他报仇。我为了青龙可以去死，但是因为你，我才想活下来。”在泰国的时候，小马死了，我跟秦昊被人追，从山上摔下来，又受伤又发烧，白天躲在树林里，泡在河里，晚上睡在树上，睡在山洞里，吃野果，吃生鱼，吃虫，吃老鼠。每次快要熬不住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你。我这辈子都没有这么害怕过，怕我死了，怕我再也见不到你。我甚至后悔一开始认识你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不知道什么叫幸福，不知道什么叫害怕。是你教会了我，饿了要吃饭，累了要睡觉，病了要休息。是你跟我一起放烟花，一起看日落，一起在家煮饭吃。是你教会了我什么是快乐，我想让你也快乐，我真的一丁点都不想让你难过。我跟我自己说，我一定要撑下去，我要活着回来见你，我要留在这个世界上跟你一起。我那个时候才明白，我对青龙是感激，是敬爱，我将他当作跟小满一样最重要的亲人。我承认我以前对他有过冲动，但那只是一时的冲动，我不敢跨过那条界限，我阻止自己陷得更深。如果我真的不顾一切的爱他，我又怎么可能会放弃他，将他推给小满？但我无论如何都不想放弃你，不想将你让给任何人。一滴眼泪从脸上滑落，从今一身伤满身血都不在乎的夏六一颤抖着哭着恳求何初三：“阿三，我喜欢你，我爱你，我没有爱他，我只爱你，我求求你不要说分开，我受不了这个，我求求你了。”何初三也哭了，他从来没有奢求过我爱你不爱他。从与夏六一相识的初始，他就知道夏六一对青龙的感情。意识到自己喜欢上夏六一之前，他甚至为此感动过、怜悯过。虽然心里说着不服输，虽然有着跟死人一争高下的决心，但其实他一开始就对青龙低了头，以外来者越位的心态而自居，一直小心翼翼地经营着这份感情，像个后宫贤妃一样善解人意、大方得体，不敢越雷池一步，甚至从来不提青龙的名字。他一直觉得夏六一对他的感情是因为被他的锲而不舍所打动，是宠溺他，是因为他的细腻照顾而习惯了与他在一起。他连一句我爱你都没有奢求过，所以才会在夏六一求婚的时候惊讶到哑口无言。我们六一好苦，学会爱一个人是一个好苦的过程。我们阿三也好苦，
教会一个人学会去爱，也是一个很苦的过程。可是爱太珍贵了，所以哪怕过程痛苦，他们也甘之如饴。这次争吵过后，两个人感情更胜从前。小蓝瓶的消耗量急速飙升，从浴室的浴缸到卧室的床上，再到客厅的沙发，这里有一辆大火车，豪华型货车，超高速货车。这一晚，他们激烈缠绵、疯狂放纵，每一幕都历历在目，就像连环画一样刻在夏六一的脑海里。早上起床后，何初三甚至亲了他之后才离开。可后来为什么会是那样的故事走向呢？那一天，夏六一正在公司和崔东东对业务，手下突然来报说警察要来抓人。他和崔东东分头行动，一个去财务室销毁资料，一个去青龙别墅拿人头账册。白天车流拥堵，夏六一一路横冲直撞驶入九龙城区地界。就在这时候，电话响了起来，手下说何初三突然咳血晕倒，被送进医院了。耳机仿佛炸开一道惊雷，带着血腥的黑色回忆瞬间裹挟了他。当年小满在别墅跳楼，青龙被捅送往医院，一左一右，他选择了往左去找小满，最后谁都没有留住。现在面前又是一个分岔口，往左是通往金龙的海滨别墅，往右是何初三被送进了医院。夏六一心跳如鼓点，后颈动脉突突突的跳，最后声嘶力竭地说：“去医院，去医院。”他选择了何初三。冲进医院病房，夏六一紧张地探何初三的额头，下一秒却肩膀一凉，被打入了一针针剂。夏六一张了张嘴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没有做出任何反抗，缓缓地倒在了何初三的怀里。在意识失去之前，夏六一的眼神里都没有一丝一毫对何初三的责怪，他只是不明白何初三为什么要这么做。夏六一被囚禁了，被长锁链锁在了屋里。何初三的手指在他脸上游走把玩，低低笑着说：“你忘了我说过，我一直想把你关起来，靠在床上，哪儿都不让你去。”不仅如此，何初三还扯掉了夏六一衬衣上的袖口，从里面取出一个窃听器，又捡起夏六一的皮鞋，卸下一个定位器，一边展示一边说：“你的手机、你的车、你的办公室里都有这些，我对你的行踪和目的一清二楚。你让东东姐去别墅找的是这个吧？我提前拿出来了，她到死也没有找到。你不是要去做危险的事吗？废了你的帮会，锁了你的手脚，杀了你的军师，我看你还能做什么？”病娇疯批何初三，进阶成功。夏六一大脑一片空白，心乱如麻，恍然入梦，眼前的这个人真的是何初三吗？萧其堂暂时由何初三掌权，上位之后，他和萧其堂的死对头乔爷密切合作，他要借乔爷的渠道见到谢英杰，那个夏六一最大的仇人。他踏上了舞台，崭露头角的唱了一折戏，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。但他很累，他很想扑到夏六一的怀里撒娇，可还没到时候。10几天后，火候差不多了，何初三安安静静的在厨房里做包子。助手 Kevin 好奇，何初三暖暖的笑着说：“给我先生做顿饭。”关了他10几天，总得哄一哄吧。所有饭菜做好后，何初三拎着食盒往夏六一住的地下室走去，后面有人在跟踪。何初三知道他是故意的，该上苦肉计了。在何初三的特意泄露行踪之下，死而复生的小马带着手下救回了夏六一，还绑走了何初三，要对他执行家法。何初三亲口承认自己绑架了夏六一，炸死了崔东东，抽了账册篡位，几十个帮脸大小头目围着，要何初三3刀6个洞。夏六一赶到现场时，就看到何初三佝偻着跪趴在坚硬冰冷的地上，浑身是血，已经快昏死。夏六一心痛如绞，想要冲过去，却被一个手下拦住了。手下低声说：“大佬，何顾问让您什么都不要做，他有后路，还说如果您过去，他所有的辛苦都白费了。”小马不知道何初三的计划，他是真的以为何初三想害夏六一，一看见何初三就气不打一处来，边骂边上去狠狠踹了一脚。何初三的身体被狠狠摇晃了一下，夏六一的心也跟着狠狠颤了一下。一片吵闹中，何初三听见窗外传来几声布谷鸟的鸣叫，那是他和留在屋外的眼线定好的暗号，乔爷到了，他的戏也要赶快开场了。何初三对义愤填膺的小马说了一句对不起，然后反握住刀插向自己的腹部。夏六一剧烈的颤抖，用双手死死握住自己的嘴，竭尽全力想要堵死自己喉咙中的凄厉哀吼。他心痛如绞，不是说有后路吗？为什么还是捅了刀子？这傻仔又骗了他。心痛到空气都变得稀薄，剩下吸入身体里的每一份空气也都像带着剧毒灼烧着他的5脏6腑。3刀6个洞，这才是第一刀。
何初三缓缓从血肉里拔出那把刀，摇摇晃晃地坐在地上，他快要撑不住了，挥起手臂又要再捅一刀，刀却在半空中被夏六一握住了。夏六一脸上毫无血色，何初三用仅有2个人听到的声音低声说：“放手。”只是简单说了2个字，就有血顺着嘴唇溢出来。夏六一还是死死握着他的手不放。何初三轻声劝说：“你别让我穿帮了，是血帮，假的。”夏六一眼里闪过一丝怀疑，但还是死死不松手，直到何初三说：“你抓得我手疼。”夏六一才下意识地微微一松。何初三掌心立刻往前一送，呼哧一声，第2刀。捅完第2刀，何初三整个人都向后躺去。夏六一立马扶住他，才看到何初三血肉模糊的伤口，怎么可能是血包？哪里有血包？分明是血肉之躯。鲜血一滴滴坠落在地，像硫酸一样一滴滴坠落在夏六一的心脏，腐蚀出一个巨大的血洞。那是他一直捧在手心里，护在心尖上，压根舍不得碰掉一根毫毛的何初三啊，今天却血肉模糊，毫无生气地扒在着冰冷的地面。还有第3刀。正在这时，一声枪响，警察到了现场，一直看戏的乔爷也终于出面保出了何初三。2刀证明了何初三的可信度，他真的和萧启堂决裂了。第3刀就没有必要了，这可是他的捞财童子宝贝疙瘩，万一死了就不好了。何初三被带走了，他终于成功取得乔爷信任，下一步就是取得谢英姐的信任。夏六一低头看着自己的掌心，那上面还有何初三残留的血迹，心里在嘶喊：这个扑街仔，他从哪里生出这样复杂的心机和无畏的勇气？这个干干净净的学生仔，身家清白的高材生，本应该一辈子平平安安大展宏图，却被一个十恶不赦的黑大佬叫人一袋子兜进了贼窝，被染得半黑不白，被害得伤痕累累，现在还只身入了龙潭虎穴。这一刻，夏六一复仇的执念成了粉末，他不想复仇了，一点都不想了。他对不起阿大和阿姐，是他没用，是他软弱，但他现在只想要何初三回来，他只想要他。身受2刀，这一晚何初三发起了高烧，烧到说胡话。那胡话是：原来受伤这样疼，他受过那么多伤，该有多疼啊！何初三从小乖巧文静，虽然身处藏污纳垢的九龙城寨，却平平安安长大。小时候被阿爸疼，长大了被夏六一宠，哪里经历过这样穿肠破肚的苦楚？但心眼中还在牵挂心疼他的六一哥。最后一句梦呓是：疼，看到他哭，心疼，后悔了。时间紧急，所以哪怕养伤期间，何初三也在帮乔岩办事。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警局的各个档案里，仿佛意味游走于黑白界限之间的鲤鱼。警察不明白为什么这条鲤鱼放着清清白白的金光龙门不跃，偏偏沉入黑水之渊，化身为邪教。何阿爸也不明白何初三为什么会让自己重伤成这样，仅仅因为一个身上背满黑心事的夏六一。何阿爸生于内地，是书香世家的读书人，后来流落到蛟龙城寨这个乌云蔽日、鱼龙混杂的地方。他给自己改名叫秉仙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就算一生贫穷颠沛，也不能堕落自毁，不能丧失良心，一生都要秉德为先。他也一直这么教育何初三的。何初三跪趴在地上，眼泪一滴接着一滴砸在地面上。他知道自己不应该爱上夏六一这样一个人，但他控制不住。他哭着求何阿爸说：我知道他有错，他罪大恶极，您从小就教导我天理循环，报应不爽。我知道他犯了错就应该付出代价，他手上沾过的每一滴血都要他偿还的债，这些我都知道。可是我舍不得，他只是生错了地方，跟错了人。他受过一个人的恩，他只是想报恩，只是想为那个人报仇。可他已经收手了，已经为了我收手了。我知道他做错事，可我想救他。我不想看见他被关进牢里，我不想见他横死在街头。他对我那么好，他豁出命来保护我，他真心喜欢我，救他的那个人不是我。那天晚上他喝醉酒，拿着我送他的贺卡，坐在地上哭着睡着了。我把他抱在怀里，他身上好热，眼泪却好冷。你们没有见过他哭的样子，他不是龙头，他不是雪修罗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。他也会爱上一个人，他也会哭。我心疼他，我想照顾他，我想救他。阿爸，我求求你，我只是想救他，我真的很喜欢他。生母临死前留下遗言，何初三不要和黑道扯上关系。可何初三终究没有逃过这个情字，逃不过的还有夏六一。他不顾危险，偷偷前去陪何初三，附在他耳边说：记住你刚才这句话，如果你有事，我不会独活。何初三回他：
如果我有事，我会在下面等你。有一种爱不是我死了你好好活，而是我死了我在下面等你。这对于阿三和六一来说是世界上最悦耳的情话。几次试探之后，何初三终于有机会见到谢英杰，可这次见面却差点摧毁了何初三的精神。何初三精神紧绷到差点崩溃，他开始变得易怒暴躁，甚至接到夏六一的电话也控制不住低吼：我不是说过这段时间不要联系我吗？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双眼睛在看着我，多少双耳朵在听着我？以前暴怒的是夏六一，安抚的是何初三，现在角色互换，夏六一温和的耐心的安抚说：嘘嘘，别急，你听我说，你从公司后门出去，走安全通道到天台，你听我的，先上天台好不好？何初三怕有人盯梢，心乱如麻的摸黑登上了顶楼。几十米外的另一栋大楼楼顶，月色下有个人影在拼命地向他挥手，是夏六一。他在电话里喊：看到我了吗？何初三鼻头一酸，带着哭腔说：看到了。夏六一说：我也看到你了，你又瘦了。何初三擦了擦眼角说：乱叫，隔这么远你哪里看得清？等到何初三声音又恢复了以往黏黏糊糊的撒娇后，夏六一才温柔说：阿三，你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是我的爱人，无论什么事我们都可以一起扛。你现在这样让我很担心，你一定要自己撑吗？有什么事可不可以跟你的先生说一下？何初三捧着电话犹豫了好久才说：我见到他本人了，他很可怕，像一个黑洞，所有靠近他的东西都会被吸进去。我当时很怕，我以为我要死了。夏六一紧张到手心攥出了血，他说：阿三，你听我说，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，爸爸妈妈和欣欣我会保护好他们，你下楼跟你的保镖待在一起，我马上就带人来过来接你。何初三用力地摇头拒绝了，只差一点他就能成功了，他不能放弃。何初三很清醒，夏六一可以为了他放弃复仇，可这样的话，夏六一心里就会有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怨结，他永远得不到一个完完整整的夏六一。他的爱很自私，也很贪婪。何初三想要一个完完整整的夏六一，少一丝一毫都不行。况且香港这个地方有他们已经生根发芽的事业，也有不可能离开故土生活的双亲。既然走不了，他就要为爱人扫清夙愿，从此在这座城市里平安相守。执念像水草一般缠着他，何初三不敢再和夏六一继续通话了，借口怕被乔爷发现挂了电话。其实他是怕控制不住自己的心，怕再多说一句，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冲过去抱住夏六一，抛开一切和夏六一浪迹天涯。人若真如飞鸟般自由。正是决战那一天，夏六一迷晕了崔东东和小马等人，准备孤身去协助何初三。临走前，他去见了何阿爸，恭恭敬敬磕了3个响头，脖子里的绿玉佛被甩了出来。何阿爸一把拽住，震惊地问：这是什么？阿三给你的。夏六一被拽住了脖子，眼泪汪汪的老实交代说：是阿三去大屿山给我求的。何阿爸一阵天旋地转，怒喝让夏六一跪下，那可是何家的传家宝，是留给何家儿媳妇的。夏六一也被这个消息砸懵了，傻不愣登的愣在当场。何阿爸一看他那蠢头蠢脑的模样就来气，得了吧，这个傻大佬一看就是被我那衰仔儿子哄到手的，谁能骗谁感情还说不定呢，只能连声让夏六一滚滚滚，赶紧把他儿子带回家。夏六一满面泪痕，灰头土脸的跑出门，一边跑一边捂住胸口的玉佛，心里是汹涌的感动与刺痛。记得当初何初三送玉佛时是多么的小心翼翼与忐忑，甚至怕被拒绝都不敢说是祖传宝贝。原来早在很久很久以前，何初三就对他情根深重，可他如何配得上？他满手的罪孽，他满肩的重担，他一无所有，一无所长啊！他哪里值得被何初三这样真爱？谢英杰是一个疯子，他算计了所有人，包括自己儿子。他甚至把何初三扔进了冷库，要活活冻死他。所作所为完全暴露后，谢英杰仍然猖狂，对着警察嘶吼：你以什么罪名逮捕我？你没有证据，你没有证人。就在这时，一声凄厉的声音传过来，他有，是夏六一。他选择自首，以身入局，指认谢英杰。他用自己一命去换何初三的命。冷库里，何初三已经冻到瑟瑟发抖，却还在昏昏沉沉地想：我不能死，我如果死了，六一哥该有多伤心，多孤独。意识陷入昏迷之前，他好像听到了夏六一的声音：阿三，阿三。一片漆黑中，他又看见了2年前的那个梦，庙宇林立的千佛之地，夏六一的身影隐没在古老半腿的石墙之后。他想追上去，却被缭绕的檀香迷了眼。弥漫的烟雾中隐有善男子善女子的呢喃吟诵之音。
低头礼佛的禅师转过身来，满面慈悲地问他：你执迷不悟，深陷泥沼，还不回头，以身布施，割肉喂鹰，你做到了吗？不出衣女，不见白莲，你入过地狱了吗？你后悔了吗？何初三想开口说话，却发不出声音。他想说：我不后悔，我来过人间，我爱过人，也被人爱过，我用尽全身去挽救过一个游走在黑暗中的灵魂，我迷失过自己，却也找回了自己。梦境的最后，他只想问：我救出他了吗？哪怕我永坠于深渊，我救出他了吗？佛说，世间万法因果相循，他有他要偿还的罪孽，你有你要付出的代价，但你已经救了他。医院病房里，一滴眼泪滑落，夏六一吻了一下何初三，轻声又坚定地说：何先生，我们分手吧。6. 何丰批变身何宝钏。1993年12月，饱受关注的谢英杰贪污受贿案终于落幕。谢英杰被判处终身监禁，终身不得假释。夏六一因为主动自首、积极配合调查，又在案子中有重大立功表现，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。半年后，夏六一在监狱之中收到了一封来信，信封里只有一张薄薄的贺卡，卡面上画了一个极其丑陋的生日蛋糕，还认认真真地写了4个字：由于快乐。转眼又3年过去，这3年来，何初三几乎找遍了全香港的太平绅士，想要助力夏六一减刑，但都没有效果。又到探监日，何初三走出监狱大门后，颓废地坐在路边，仿佛在伸手挡洒在脸上的阳光，又仿佛在挡住可能溢出眼睛的眼泪。3年了，夏六一一直拒绝见他。深夜时分，夏六一躺在冰冷的架子床上，手里握着何初三送来的生日贺卡。这3年来，除了每年的生日贺卡，他拒绝见何初三探亲，也不接何初三电话，甚至连寄来的邮件也丝毫未拆封的退回去。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，让何初三对他彻底死心，重新开始新的生活。泪水浸湿了枕头，夏六一哭了。他也不想这么残忍，可何初三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，哪怕有一丝丝的希望都不会放手。当初那么坚定地说出分手，现在不能给他丝毫的希望。若能相识于少年时，将一切的命运改写，清清白白，平平安安，永不分离的相守一生，该多好。1997年初夏，小马拎着大包小包来探监，分享自己和玉观音的生活，熏了大佬一脸恋爱的酸臭味，又分享了崔东东在澳洲的趣事，逗得大佬笑出了眼泪。笑完之后，夏六一没忍住地问了一句：他呢？不用多解释，他问的是何初三。小马一脸为难，欲言又止地说：何初三订婚了，下个月结婚，希望可以在6月1日能够见一面，亲自说一句生日快乐。这一次，夏六一没有直接拒绝。当晚，夏六一在上铺辗转反侧，铁架床一阵嘎嘎嘎的作响，下铺的沙大佬被搅得睡不着。夏大佬头埋在枕头里，闷闷地诉说中南心事，说他要来看我，我不敢和他见面，我怕我忍不住。他已经要结婚了。6月1日当天，何初三一身定制西服来探监，夏六一一眼瞥见他左手无名指处的新钻戒，细小的钻石密匝匝地串成一圈，是女孩喜欢的款式。何初三又拿出一张生日贺卡，这次的贺卡不再是丑丑的手绘蛋糕，而是精致的立体慕斯蛋糕。何初三说陪未婚妻去爱琴海的时候，看到这个很漂亮就买了。何初三还说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如你所愿，希望你在这里健康平安。六一哥，六一快乐。这次探亲，何初三很快就要走，说下午要陪未婚妻去选婚纱。在何初三转身的那一刻，夏六一突然说，是假的吧，这个未婚妻。阿三，是假的吧？何初三严肃地看着他，展示手上的戒指，说，是真的。说完转身就要走，却被夏六一一把按住，按在了床上，狂热地吻上来了。几名狱警冲过来要把人拖走，夏六一一边挣扎一边问，是假的吧？何初三被亲得满嘴是血，狂怒地吼道，我恨你夏六一，我恨不得杀了你，你再不敢见我，等你出来我就把你用狗链锁在我身边，锁到80岁100岁，你死了都要跟我锁在一起。婚礼是子虚乌有的事，何初三用来激心上人的。夏六一真的被激到了，在监狱抓心挠肝地憋了1个月，终于熬到月底探监。这次夏六一老老实实迫不及待地去见人。见面的时候，夏六一小心翼翼去碰何初三的手，说，阿三，对不起，是我委屈了你。
何初三终于愿意理他了，冷冷地说：“说好了在一起一辈子，就算你在这里，我们还是在一起。你凭什么跟我分手？你凭什么不见我？4年多了，1482个夜晚，你真狠得下心。”他们错过了4年，在最宝贵的年华。夏六一紧紧捧住何初三的手，贴在自己颤抖的胸口，满怀愧疚与珍惜地吻住了何初三。何初三当场10倍激烈程度地吻回来，唇齿交缠，啧啧有声。门口的狱警重重地咳了2下，提醒他们稍微注意一下场合，不要亲得太过分。夏六一恋恋不舍地松开何初三的嘴，看着何初三的眼，软软地说：“再也不说分手的傻话。不过，如果哪一天你不想等了那……”何初三眼神尖锐，夏六一立马恶狠狠地说：“自由个屁，扑街仔！你敢和别人过，出来以后我剥了你的皮！”何初三终于笑了，边笑边舔了嘴角的血，说：“这才是六一哥们。”然后掏出一颗大钻戒，朝夏六一伸手说：“给我戴上吧，我的先生。”这次见面没多久，7月1日，香港回归祖国，夏六一和狱友们一起挤在广场上一台小电视前观看了升旗仪式。从此之后，何初三每个月都会来探监，还会带上自己写的肉麻兮兮的情书，吊得夏六一每每偷偷在被窝里自我疏解。何初三还是每年都给夏六一送手绘贺卡，蛋糕画得一如既往的丑。夏六一让他找个老师学画画，何初三说：“天天忙死了，没时间学画画。”夏六一毛了说：“你没时间学画画，倒是有时间健身。”何初三一脸理所当然地说：“我当然要健身，等你出来我都45岁了，我还要试火车便当呢。”夏六一说：“别折腾我了，我出去都48了。”何初三可不管，笑着说：“别怕，积老40一枝花。前段时间我给你寄的面膜你用了没有？”夏六一嫌太积老了，说扔了。何初三当场下命令说：“捡回来涂上。”于是这天晚上，夏六一趴在小床上，额头顶着何先生的照片，用心按摩自己风韵犹存的翘臀。那盒昂贵的面膜被敷在了屁股上。不仅如此，夏六一还决定每晚多做100个深蹲、提臀，就因为白天老狱友沙大佬笑他屁股下垂。2007年的5月，因为去年监狱大火，夏六一英勇救人，立下大功，被批准减刑3年。5月的香港海风和煦，42岁的夏六一怀抱着一本新的英语词典，一身洒脱，大步跨出了监狱的大门。何初三一身白色西装来接先生出狱，去参加他们的婚礼。何宝钏苦守14年，终于等到了他的六一哥。海滨花园婚礼现场，何阿爸拿着话筒，中气十足地做婚礼主持。各位来宾，各位亲朋好友，欢迎来到何初三先生同夏六一先生的婚礼。我本来说要大办酒席，我儿子不让，说会吓到我的那群老街坊，他们一大把年纪了，心脏不好。不是我老何开玩笑，现在是2007年，但很多人的思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，认为2个男人或者2个女人结婚是不可以的。为了我儿子这个婚礼，我和我老伴去找了很多证婚人，找牧师，牧师说我儿子不信教，还说圣经反对同性恋。去婚姻登记处说不能给我儿子合法的结婚证，找律师，律师说就算签一个缔结婚姻的合同，在法律上也是无效的，谁都不能帮我儿子证婚。我一想，那就由我来证婚吧。现在我宣布，天地日月，我和我老伴，在场的诸位还有爱情，在此证明他们结为夫妇。曾经有个孩子问妈妈，同性恋是什么？妈妈说，孩子，这就好比是磁铁，一个是 N 极，一个是 S 极，你知道吗？磁铁是异性相吸，同性相斥的，所以当 N 极和 S 极互相吸引时，他们就会紧紧拥抱在一起；而当同样的磁铁想要拥抱时，他们会互相排斥，这些排斥就是世界给他们的无形的阻力。所以你想想啊，他们需要多大的力量与坚持，才能跨越这些阻力，拥抱在一起，而且时刻不能放松给自己的力量，否则他们就会在压力下自动分开。所以你看到 N 极与 N 极或者 S 极与 S 极拥抱在一起时，你要学会以祝福的眼光看待他们，因为你知道的，妈妈曾经告诉过你，他们拥抱是多么的辛苦与不易。